國要整治跨境券商，其實背後隱含的是金融戰。哎呀，這個金融戰呢，今天跟過去又有什麼不同呢？今天帶你一塊來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從中國最近證監會出手整治一些跨境券商開始說起。那當然呢，對於中國的一些投資人來講，會覺得哎呀，這好像擋了我財路啊！大家過去呢，通過這樣的一個網絡券商，那當然你就投資了全世界，對不對？你到哪裡，你只要有訊號，你只要有網絡呢，你就可以買遍全世界。特別呢，是我們看到了在最近一陣子AI 風潮帶起了全世界的科技股的一個狂潮，哇！但是賺到盆滿缽滿啊！那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國的股民，他們就透過了這樣的一個跨境券商這樣的一個平台，把錢投向全世界，賺進了全世界的錢，很開心。但是呢，中國的證監會說這些都叫做非法的跨境券商，所以要出手整治。他們還特別呢，這個發布了一個由證監會這個帶頭，一共聯合了8個部門，其中呢還包括了中國的人民銀行，包括了公安部，包括了這個信息部等等8個部門大家聯手要來整治這所謂的非法跨境券商。好，那當然呢，這樣的一個動作一開始，哇，那有非常多的投資人過去呢，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很好賺，現在全部都被堵上了。那當然呢，對於投資人來講，會覺得幹嘛這樣？幹嘛擋我財路？我賺錢賺得好好的，以後不行了。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金融其實呢是一個國家國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呢看到北京當局一定得要管。好，那當然呢，中國要整治方案一出爐那你當然要有被整治的对象，對吧？好，那這些跨境的券商在中國的境內其實有非常多很有名的跨境券商，最有名的一定就是富途牛牛、富途控股，然後呢，包括像老虎證券，另外還有像是長橋證券最主要就這3家。那其中呢，這3家當中最主要用的2家就是富途控股跟這個老虎證券。好，那這2家呢，現在不僅僅這個中國證監會是這樣講的，他說他們這個叫不法所得，非法經營，所以呢不法所得要被沒收，而且要罰款那負責人呢，當然都還有一些刑事責任的比如說呢，我們看到這個富途控股這個他有在美國掛牌，那這一回呢，他要被罰18.5億人民幣，哇，這個罰得很重另外呢，看到老虎證券它也要被罰4.1億的人民幣所以你就看起來，那一定就是富途牛牛，就是做得太好了，所以呢，現在就變成那個要開閘的一個對象了好了，那很多人就說了，哎呀，我這個財富出海就卡關。其實過去大家常講，中國呢，它其實是有外匯管制的。那中國的投資人他要投資到海外的一些市場，比如說他要投資港股，還要透過這個港股通，然後呢，你要去投資海外的一些商品的話，你還要經過一些层層把關，你要是一個合格的一個境內的一個投資者，然後你要透過這個 QDII 用這樣的一個管道才能夠投資到海外去嘛。那當然你每年還有限額，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控管的管制措施。那於是呢，大家就覺得很麻煩，对吧？那就算了，我就投資陸股。那其實這可能也是北京當局的用意，就把錢留在國內好，但是呢，就在這樣一個灰色地带，你就看到這些跨境券商就出爐了。這個富途，這個老虎證券那你就開個戶呢，他教你手把手教你怎麼樣入金，錢怎麼樣轉到他的戶頭裡，然後他怎麼樣透過他帶你買到這個全世界，你就買美股、買港股、買海外的一些投資商品，他就教你。那這個對於中國來講就是一個灰色地带但是後來就發現不對透過這樣一個灰色地带怎麼這個管道越來越大，大家都在把錢往外不行的，所以呢，現在要開始管。好，那当然呢，这個富途牛牛，因為它非常非常有名那它也不僅僅是只做這個中國的內地市場。富途控股、富途牛牛，它是在美股上市的一家公司。它其實呢，早在2021年，它就嗅到那個感覺，在中國快要被管了，所以呢，它那個時候就非常有意識的把它整個市場也開始往非中國的市場去挪動、去發展。比如說呢，它在現在好多
的國家哦，它的一個品牌已經做到非常大。它最有名的當然就是富途牛牛嘛，對吧？大家都知道，在中國，然後在兩岸三地，像台灣，它也非常有名啊。那它在海外的一個名字叫做 MOO 很像牛哞那感覺，Moomoo。好，那這個品牌呢，其實現在在新加坡非常非常有名。它在新加坡應該是一個國民品牌，国民的一個交易平台，大家都在上頭這個買賣金融商品。那在台灣也非常知名，它在馬來西亞也非常有名。那當然別提它在日本，它在香港也都非常知名。所以呢，即便它現在在中國，它現在整治期是2年，那這2年你說我已經開戶的怎麼辦？只能賣掉，你不能再買，你不能再買，你不能再入金，那你只能夠賣掉跟變現，就這樣而已。所以這2年的過渡期哦。好，那這個富途牛牛呢，它在其他的一個市場呢，還是蒸蒸日上的。比如說它在新加坡實在做得太好了，所以呢，它過去1年的它的一個業績還是非常的好哦。所以它現在其實已經轉往這個中國以外的市場來發展了。那當然呢，未來這所謂的跨境券商啊，是每個國家都要管的，因為呢，跨境券商呢，你就會有非常多的一些这個安全的疑慮。比如說我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然後我投資到全世界去，好，萬一我們就講萬一這個平台它有一天倒了呢，它消失了呢，你有什麼本事跨海去追究、去求償呢？很難的。所以呢，這樣的一個跨境券商，它其實應該是要合法合規，但是呢，它現在就是灰色地帶。所以你說中國證監會來管，那也很合理啊。即便呢是投資人覺得說，哎呀，你幹嘛管我啊？我就賺得很好啊。但是呢，以國家的一個立場角度來看，這是該管的。即便是在台灣，也都該被管。好，那當然呢，我們看到了。在中國啊，現在因為風頭上嘛，有的人就突然間我的賬戶就怎麼辦，不能用了嘛，所以呢就覺得，哎呀，你要我現在趕快用這個合法的管道去買，哎呀很麻煩申請，然後又有限額，所以呢大家就會覺得心裡頭有股怨氣。但是呢，今天就想跟大家來聊聊，其實啊。金融啊，這是非得管不可的，因為對一個國家來講，特別呢是中國非常有危機意識的，他總覺得哪一天這個美國對他動手的話，哦，那不得了了，所以怎麼可能容許這樣一個外匯透過灰色管道一直出去，去買這些海外的一些商品呢？是不容許的。我們就舉例哦，其實呢，這個在過去很早很早以前啊，在這個1688年看到英國的例子，你就知道。為什麼金融非常重要？金融不管啊，動搖國本。金融如果呢非常非常的在這個政府的手上的話，哇，那是所向披靡。好，我們簡單來講哦，跟大家舉例哦，英國呢其實過去應該說全世界第一家的央行就是這個英格蘭銀行。那英格蘭銀行當年是怎麼這個組成的，就是因為當年有一個國王好窮哦，1688年那個時候呢，這個英國的一個國王叫做威廉3世啊，窮翻天。然後呢，這個法國的路易14啊，他就想要稱霸歐洲嘛，所以就打你。好，打你呢，那怎麼辦呢？英國國王沒錢，信用又不好，借錢沒有人要借給他，放高利貸給他，那怎麼辦嘛？那這軍隊沒錢怎麼辦？我就完蛋。然後那個時候呢，這個國王就到處去求爺爺告奶奶，說拜託借我一點錢啊！到處跟他們的商人說，借我點錢，借我點錢，不然的話我就要去印度躲起來。你看有多可憐。好，那這些商人呢，就覺得對，好像應該要借他錢，不然我們國家可能要毀滅，對吧？但是呢，借他錢，萬一這個國王還不出錢來怎麼辦？於是呢，聰明的商人就想出一個辦法，他說：“那這樣好了，我們來成立一個第三方機構，我們成立一家銀行，然後呢，這家銀行呢，我們商人都把錢借給銀行，銀行呢就把錢借給國王。好，但是呢，國王要用接下來的稅收抵押給這個銀行，然後呢，就透過這樣稅收呢，就開始付錢、付利息給這些等於是銀行的股東，就是把錢借給銀行的這些人。哎，這樣聽起來很合理，對不對？就把那個國王的信用不好沒關係，我們把國王的信用變成國家的信用，用國家未來的稅收來付給這些銀行的股東。哎，這樣大家聽起來就覺得，那我放心很多，感覺好像錢不會被賴掉，所以大家就透過這樣的方式呢，就把錢借給了國王，
借給了國家。好，那這個國王就有錢啦，有錢他就趕快去這個成立他的海軍，壯大，然後去付軍隊的錢，然後買軍隊的這個軍備等等啊，然後就跟這個路易14就打起來了。好，那個時候的法國的路易14呢，他還是比較沒有這個銀行概念嘛，不像這個英國有一個英格蘭銀行嘛，所以呢，他那個時候的方法呢，就是去民間借錢，就跟這個最早那個英國國王一樣，民間借錢，然後借高利貸。那這樣這就無法可長可久，借久了，大家想，那你路易14一直跟我借錢，你什麼時候還我？那你那個仗一直打，我怎麼辦？那我又借你錢，你仗又一直打，那我什麼時候錢拿得回來？所以呢，他就越借那個債務債台高築，然後利率越來越高，所以到最後路易14就撐不下去了，所以呢就放棄了，就不打了啊，算。好，那後來呢，没隔幾年啊，路易14又看到一個機會，西班牙他又想去併吞西班牙，看到這個西班牙的國王駕崩，他說：“哎呀，趕快派我兒子去當西班牙國王。”然後呢，其他的這個英國啊，其他的國家說：“嘿，你又想要稱霸歐洲。”所以呢，大家又組了一個聯軍，然後再去跟路易14打，一樣的道理啊。這個聯軍盟軍背後站的都是英格蘭銀行，然後有了之前的例子之後，發現這一套行得通，所以大家都把錢借給銀行。然後銀行再借給國家，然後呢，甚至英格蘭銀行已經壯大到它不僅僅是可以 hold 住整個英國的軍隊啊，甚至還借錢給它的盟友國家當中，所以你就看到整個盟軍都是背後英格蘭銀行站在那個地方用金融支持大家，所以呢，打到後來啊，這個路易14一樣，打到後來沒錢了，傷腦筋，算摸摸鼻子，算不打了，然後但是他債台高築，所以等於說啊，看到這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戰爭，都是因為有一個非常成功的金融體系啊，那就是最早的國債。公債就那個意思啊，所以呢，你看到有這個銀行站在後面當後盾，所以才撐住了整個國家嘛，撐住了軍隊，然後把國家給守下來了。那一次一次啊，你也看到了這個英國，因為有這個英格蘭銀行，所以你看它變成一個日不落國。你看到它的工業革命，你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到後來哦，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戰背後都因為英國有一個這麼健全的金融體系，它可以把這些民間的一些游資、民間的錢集中力量，然後放到軍隊，然後放到工業上，然後放到貿易上，然後這個所有的國家感覺是這個錢放在一起，力往一處使，所以呢，他才能夠擊敗那些其他的國家，然後讓他有一個讓他可以打這種比較長期的昂貴的戰爭，把別人都拖垮了，但是他依舊屹立不搖，他笑到最後嘛。所以你說，歷史上當然會去看這些戰爭，會覺得說，哇，你看英國有強大的海軍，因為英國的一個這個領導人非常睿智，因為他的戰術其實都不是，因為他背後有錢。錢就是底氣，很重要，對吧？所以你就看到了，這就是金融的重要性。所以你說現在，如果你是這個北京當局的話，你可以容許這樣的灰色地帶的這個網絡的券商一直在這個地方把錢通通往外流嗎？不容許的吧。所以呢，這就是為什麼金融很重要，這一定要握在自己的手上的哪一個國家都一樣，不僅僅是中國。我相信其他的這樣的網絡券商在其他的一些國家當中，一個有一個一定都得查的這一定得要這個合法合規才能夠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好，那當然呢，你說當年的英國啊，透過這樣的一個金融體系啊，這個撐住了。那個時候好早時呢，16世紀、17世紀那個時候，18世紀那個時候的戰爭嘛。但是現在呢，現在的英國又慘了，這已經不是金融體系救得了的了，這已經變成一個。很難講，英國你到底怎麼了？日不落國，你現在自己感覺好像變成這個永業國家。好，我們來看啊，這個最近啊，英國又辦了一次地方選舉。然後呢，過去的英國通常就是工黨跟這個保守黨啊，這兩黨就是互有領先，然後兩黨長期把持這個執政權嘛，對吧？那現在是工黨。好了，那最近的一次地方議會的選舉，哇，兩個黨都輸了，兩個黨都輸了。好，那兩個黨都輸了之後呢，會變成小黨林立。好，那小党林立，哇，那糗了，因為呢，目前的這個地方議會的選舉啊，大概有63個地方議會，1/3沒有絕對多數，都是小黨。好，那你慘了，你這個以後要協調意見，你就不得了。於是呢，你就看到了，現在《金融時報》還有《經濟學人》，他們就說現在的英國陷入了一個無法治理的窘境。你覺得要
說他無法治理哦，真的是很悲傷啊，比悲傷更悲傷啊。那為什麼會被這樣說呢？你想想過去的10年，過去10年英國發生什麼事？脫歐嘛，2016年脫歐，說要這個投完票說我們要脫歐，然後又談了4年，到2020年真的脫歐，然後呢就是整個經濟每況愈下，然後政治也亂糟糟，然後就是整個國家陷入了無法治理的一個狀況。好了，這10年呢，總共換了6個首相，每個首相呢都是連滾帶爬滾下台的哦，就是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後呢，你也看到經濟數據啊，真的好慘。你如果把英國放到美國的各個州去比的話，只比密西西比州要好，它的 GDP 人均 GDP 很慘，很慘，很慘，好，比慘還要更慘。好，那於是乎，你說19世紀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現在面臨到這樣的一個窘境，怎麼辦啊？所以你就看到了，現在大家又開始有聲浪說，我們重新回到歐盟好不好？而且呢，是執政的工黨的一個這個部長，他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要重新回到歐盟，大家認真來思考好不好？然後呢，大家就開始擬怎麼樣回到歐盟，還去問歐盟意見。歐盟想說，你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要走現在又想回來是怎樣？然後歐盟說好，我很歡迎你回來，但不好意思，回來之後你要付比較多的錢，而且也沒有以前這個英國以前啊，在歐盟當中是這個你知道走路有風啊，說的意見啊都是你知道都有特權啊。那現在歐盟說你要回來可以哦，但是不好意思，以前特權都沒了，而且你要付的錢會變很多哦，那你自己思考。但是呢，無論如何，現在呢這個英國的狀況好像已經來到了一個不得不再重新思考要不要回到歐盟的狀況。我们带您看现在啊，英国的这个30年的国債啊，殖利率是來到5.7%，這是什麼概念？殖利率很高的概念叫做英國政府它的借貸成本非常高，30年來最高，30年的一個這個長年期的國債，那就是政府的借貸成本，政府要借錢嘛，來到這麼高的水位。英國政府他要付非常高的利息錢才借得到錢，然後呢，他們的通膨狀況也很不 OK。他們的通膨狀況呢，現在呢大概是超過他們平均水準2%，可以容忍程度，他們在3%哦，所以呢才會重新思考要不要回到歐盟。那當然呢，對於英國人來講啊，這個回到歐盟啊，一來是面子掛不住，二來呢是都已經荒腔走板這麼多年，你現在說要回到歐盟，是一個好選擇嗎？真的不知道，是一個大問號。所以呢，你就看到了這個從中國啊最近要整治啊這樣的一個跨境券商，你知道了金融的重要性，金融很重要，但是呢做對決定也很重要。英國當初啊這個任性的要離開歐盟，現在嘗到了苦果，那你要重新回到歐盟，好像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現在的英國，感覺好像這個千頭萬緒，很多問題，或許也不僅僅是回到歐盟能夠解決的。好，這是今天幫大家整理的一個這個新聞內容啊，希望你喜歡嘍。我們下回見，拜拜。